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归中之子监制又带戏，迎赵丽颖夺冠，见证传奇，入坑中成定局。酋长每为另一部电影挑选男女主角，他就已经耗尽了自己的理智，想要再挑选几个年轻的新手。这个更年轻并不意味着他看起来有多讨人喜欢，也不意味着他的演技有多好，这是他的个性。管中之子这部作品硕果累累，首领又带来了一部剧，他目前正在筹划一部重磅创作《凤星》，是一部玄幻剧。此外，著名艺人赵丽颖也同样受到欢迎，出演勇敢的女人。事实上，无数同伴看到了男主入坑毫不含糊。一些新人在媒体工作了几年，逐渐适应了不同的工作，完全显示出他的理解力和能力。此外，图片等，尽管这样的新手并不常见，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电视剧的保证赢家，并且可以毫无防备地为工作带来令人满意的成就。讨论赵丽颖会不断引出无穷无尽的话题，但通过一个新人，他已经一点一点地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老艺人，同样是实力雄厚的艺人。追查一个预期的工匠，不管他是否需要付出一些代价，当然值得付出努力，因为他们制作的角色可以立即被人群记住，并深深地铭刻在他们身上。这样的电视剧一般都会得到考虑和追求。这次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凤凰童星，无疑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分数。邓科科长协调了一些优秀的作品，例如《规矩之子》。妈妈赵丽颖带动主角，为作品注入了更多的确定性。挑选一位演技高超的老艺人，经常可以在团队中再做一份工作，完全可以玩出别的东西。这样的画面不仅融合了老节目的理解力、对内容的解读以及对工作的把握，还可以在内容之外给人一种清晰的感觉，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。看到赵丽颖再次以女强人的身份参加服装秀，让不少观众都兴奋不已。考虑到所有因素，她所描绘的角色具有新奇感和令人惊叹的眼睛感觉的力量领域。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，一些年轻的艺人由于不涉足演艺，对内容中的人物缺乏理解，难以让人眼花缭乱。通过参与的收藏，他们同样可以制作出大量令人惊叹的展览，所以当这部电视剧有效时，人们会记住这位艺人。众多小伙伴得知星与凤的演员阵容，纷纷称赞为重大创作。看到男主的时候，他们应该毫不含糊，不应该错过。他就是林更新。一个艺人能不能被大众追捧，就看一个中心问题，能不能做出大众喜欢的人。如果你能在最初的时候对人群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，并吸引大量的粉丝，那么这项工作将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。所谓的演技是由无数不显眼的发音和行为方式组成的，每一次调整都要精心梳理，才能完全体现出来。期待林更新再出一部合奏剧，帮老剧悬案再出一部精品。表演是一个综合了很多东西的东西，比如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，这些往往决定着一个作品最后的成就或失望的核心问题。艺人的演技性质同样影响着作品的性质。演技差的人，不管演得好不好，都只会变成陪衬。演技高超的人不必表现得过分，只要站在那里，单凭他们的气势就足以让人目瞪口呆。期待管家之子的监督以后再出新作，同样欢迎赵丽颖拿下冠军。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创造。老实说，你怎么看？您可以在备注区留言。02王一博和赖以芬的虐恋协议终止，我是你出演的节目的赞助人。在《冰与与烈火》播出之前，王一博的粉丝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会再次看到王一博这个牌子。20年5月18日20日，王一博被正式报道为赖以芬的品牌代表。2020年5月26日，王一博的《冰与与火》开播了。刚刚加入王一博应援团的赖以芬，
也在《冰与与火》中宣传为应援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有一段王一博到一分角落买东西的路透视频，也有不少粉丝来到一分。我在我的部分权威博客上发表评论，用黄金专家的父亲的结果传达我的成就。假设2020年到2022年王一博和赖以协议时间段内的任何一天《冰与烈火》的播出季节，我都在担心赖一的交易量是否会增加。综上所述，在与粉丝的日常联系中，赖以芬真的很有趣。他会参加王一博粉丝举办的黑豹之夜，为自己的消遣，对王一博的其他所有包销品牌大方，极度的像个混蛋，可以说是支持品牌。赖以芬当然是最响亮的品牌之父，和所有的粉丝一样，他也在为王一博的《冰与火》的传播而抓紧。别忘了为传播而抓紧时间，他自己的形象成交量大增。然而事与愿违，2022年5月17日，赖艺发文宣布与王一博合作结束，不再续约。王一博鼓励了很多厂商。自从他走红以来，已经有很多合法的公告、到期、续订和不可更新的商品，至少有90多种商品。新的代言来了，旧的已经走了。就像告别不同的代言一样，我也向赖以芬告别了。感谢他与超越岁月的狂热分子互动，与每一个人一起追随王一博的脚步，一起追寻王一博的所有作品。没想到已经完蛋了。谁能想到《冰与烈火》在莱伊拉克的日期到期后3个月就可以播出了？兜兜转转，或缺他，最轻松的3个月。邻居去同行杨星全食介绍的零食，一直是来意粉。杨玲的生日，陈宇带着来意粉、牛轧糖和鲜花来到了咖啡厅。如果此时赖艺芬和王一博还在协议范围内，那么赖艺芬还可能会在剧中拍下自己被王一博背着的照片公开，然后晒出自己和代言人的合影。王一博的不同代言人，毕竟以前王一博每一次热搜都要华南蹭一波，在广场内推广小吃，之后华南内涵不同厂家，现在华南了，但现在他不能华了。来一份有一个全新的代言人，新的狂热分子可以和他一起玩。即使现在他看起来像是《冰与烈火》的赞助商，他也不能再发博客了。现在这不再是他自己的代言人的戏剧了。作为宣传，他怎么能随便发表呢？不得不说，王一博和赖以芬显然有着深厚的渊源。赖以芬是不是很喜欢王一博以前的恋情，还是对代言人有应有的认可，不计其数。起码作为徽章的一方，赖以芬的比例简直是合格的。现在已经没有每天的夫妻了大屏幕和不同的祝福，但又支持了《冰与烈火》第4季和《这就是嘻哈》。没有比这更大的约定了，最方便的赞助，干脆省略。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全新的代言人。